印尼因选错雅加达作为其首都，而导致每年亏损几十亿美元，更造成印尼全国发展极度不均衡，多地有独立的倾向。印尼总统 Jokowi 为了印尼的永续发展和维持大一统不分裂，甘愿顶着几百万印尼人民，包括公务员的反对声浪，依然决定把印尼首都从雅加达迁往婆罗洲，与东马来西亚为邻。他做了过去印尼历届总统想做但不敢做的事。 terutama dari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. Dengan ini saya mohon izin untuk memindahkan ibu kota negara kita ke Pulau Kalimantan. 事实上，这已经不是印尼第一次迁都了。印尼近代历史里曾经发生过4次迁都时，分别在热惹、武吉丁夷、雅加达组织政权，而这次是他们第5次迁都了。 那究竟是为什么印尼一直迁都呢？定都是一件很大件事，必须考虑到多重因素，包括考虑到全国的均衡发展，不会出现重南轻北或重东轻西的局面，也要考虑到其地形，确保有险可守，而不是一马平川，让敌军不能轻易攻入你的首都。还要对日后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发展进行预测，确保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攻击，比如设立首都在沿海地带。 就有可能面对海啸的威胁，这雅加达就是一个例子。同时还要确保不会无法负荷不断涌入首都圈的人口，确保周围还有多余的保留土地，在需要时可供开发，等等一系列的考量来选择最适合的首都。而印尼显然是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，就直接把当时其最发达的城市雅加达当成了首都。 但忽略了其首都的先天不足，以致在其立都后的几十年，又要花多几百亿美元来开辟新首都。大家好，我是尼克，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，现在是时候订阅了，还要记得打开那小铃铛哟，我会每周更新。 上一期我们就看到了，印尼历史上曾出了一位华裔总统，他废除了所有歧视印尼华人的法案。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，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，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。其实早在苏加诺印尼第1任开国总统时代，就已经想过要迁都了。印尼官方于1950年批准了雅加达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首都后，只过了7年，到了1957年。 苏加诺就已经发现了雅加达所存在的各种问题，便朝着要搬迁到印尼中部城市帕兰卡拉亚。然后到了1990年代，苏哈诺执政时期也同样提出了将首都迁至 Jonggol 的提议。同样，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，因为当中涉及了太多人的利益。直到2019年，印尼总统 Jokowi 顶住了所有的反对声浪，正式宣布其搬迁计划，并在3年后2022年获得印尼国会通过正式立法搬迁。印尼总统 Jokowi 表示：“你们不要再吵了，并强调国家首都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国家的身份，而且还是印度尼西亚永存民族进步的价值。进行这种转移是希望在发展和经济方面建立一个平等的制度，使印度尼西亚持续保持领先地位。” Ibu kota yang bukan hanya simbol identitas bangsa, tetapi juga representasi kemajuan bangsa. 而迫使印尼要迁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印尼全国发展不均和人口分布也不均。爪哇岛是印尼3大城市雅加达、泗水、旺隆的所在地，其面积只占印尼全国面积的 6.6%， 但人口却占了全国的 55%， 约 1.6亿人生活在这 12.8万平方公里的地方，也就差不多马来西亚东马沙拉万面积的地方要挤下 1.6亿人。而作为首都的雅加达，这个面积只有 661.5平方公里的地方，2019年却生活着1056万人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又有 1.6万人。当人口密度问题出现时，就会出现各种情况，包括生活质量下降、空气污染等。雅加达更时常登上全球空气最差城市的榜首。而在交通方面，雅加达更在2020年登上全球第10最塞车城市。印尼规划部长邦邦更直言，人口拥挤导致的交通拥堵问题，让印尼每年承受68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在 GDP 方面，爪哇岛常年占了印尼全国约 60%， 而包括加里曼丹岛在内的印尼中部岛屿，面积约占印尼版图的60%， GDP 贡献不到20%。
所以这形成了一个奇葩的现象：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，只有一个岛就是爪哇岛是高度开发的，而且富有的，其他99% 的岛是相对荒凉或落后的，没有什么开发的，物质和经济方面长期得不到满足，感觉被忽略。久而久之，就会让这些外岛的归属感降低，进而要求独立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，就像东马来西亚这样。当然，造成印尼迁都的原因还有很多，其中包括自然灾害、宗教和种族因素等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将在下期继续更新。想继续看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哟。好，我今天分享到这。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交流吧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欢迎你点赞、分享、关注，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我会每周更新。如果你想看印尼的亚西省为何一直想脱离印尼呢？他们为此更打了30年的独立战争，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，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。好，我是尼克斯，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记得关注或订阅哦。